你绝对想不到，这是一部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电影。嚣张的绑匪在杀害13名人质后，竟然还要绑架人质的家属。电梯门刚一关上，阿尚就转过头自曝身份，这把金社长吓了一大跳，身旁的保镖立刻出手和阿尚扭打在一起。金社长想上去帮忙，结果一刀捅在了电梯门上，手腕瞬间就断了。好在保镖身强力壮，掐住阿尚的脖子提了起来。可阿尚既然赶来，就做足了准备。他趁机抽出藏在身后的匕首，一刀刺进了保镖的脖颈。保镖很快就失去意识，倒在了地上。接着阿尚对着保镖疯狂猛刺，不给对方任何喘息机会。与此同时，在地下停车场里，阿尚找来的2个新同伙早就蹲守在了这里。他们干掉了停车场里的守卫，一伙人成功绑走了金社长。据说没人能打出来这个字，打出来的我抄他名字100遍。为了重新索要赎金，阿尚剁掉了金社长的手指，并录下视频寄给了社长夫人。刚刚痛失了儿子，如今丈夫又被绑走，警方也不好意思张口让夫人配合行动。可社长夫人却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她超乎常人的冷静应对，成功让阿尚接受了他的交易方案，并允许他带一个司机前往交易地点。虽然交易计划基本符合警方的初步设想，但对方可是13起连环绑架杀人案的凶手，选谁去当司机让老崔犯了难。而东哥心里早就有了一个人选，那就是被张千蛋砸了游戏厅后改行干中介的大混混老张。迫于东哥的淫威，老张虽然很不情愿，但也只能乖乖从命。第二天，按照约定时间，老张带着社长夫人驾车出发了。而在不远处，阿尚的2个同伙也在偷偷的监视着他们。在确定没有警察后，2个绑匪按照阿尚的指令开车跟了上去。而警方这边也没有闲着，他们驾驶多辆不同型号的汽车对老张的车进行交替跟踪，很快就发现了2个绑匪驾驶的汽车。得知阿尚不在车里，东哥让人继续暗中跟踪，眼看还有200米就要驶入交易地点。可这时社长夫人突然接到了阿尚的电话，阿尚让他现在立刻掉头前往新的交易地点。没办法，老张只好猛打方向调转了车头，后面绑匪的车也立刻紧随其后。可这却打了警方一个措手不及，东哥赶忙命令跟踪车辆继续向前开，随后调度其他车去补位。可这并不是长久之计，因为狡猾的阿尚很快又让社长夫人再次掉头。而在连续调转了4、5次车头后，警方可以用来跟踪的车已经所剩无几了，再跟下去一定会被绑匪发现。老崔建议立刻收网，将这2个绑匪抓捕归案。可东哥却坚决不同意，因为抓捕阿尚才是此次行动的最终目的，而且人质还在阿尚手里。就在东哥陷入两难之时，搜捕小组那边有了新的发现。通过搜查，大东终于发现了绑架金社长的汽车，并在一个废弃的厂房里成功救出了被绑的金社长。可就在这时，阿尚拎着一把匕首从后面走了过来，一刀将大东捅倒在地。幸好其他搜捕队员及时赶到，阿尚见状赶忙驾车逃离了现场。他立刻打电话给2个同伙，告诉他们人质被警察救走了，必须立即停止计划。可2个绑匪却认为阿尚是想独吞这笔钱，骂骂咧咧的就挂掉了电话。失去耐心的绑匪立刻逼停了老张的车，老张见状赶忙开进了一个地下停车场，绑匪在后面穷追不舍，可由于躲闪不及，他们一头撞上了一个对向车辆。老张本想带着社长夫人躲进商场，可钱箱却被卡住了。眼看2个绑匪追了过来，老张让社长夫人快跑，自己则拿着钱箱回到了车里，成功摆脱掉了车上的绑匪。可老张并没有停下来，他看了一眼钱箱后果断开车逃走了。警察很快就制服了停车场里的绑匪，而另一个绑匪已经追进了商场里。好在东哥及时赶到，救下了社长夫人。绑匪还想反击，东哥一肘就掰断了他的手腕，接着对着胸口一拳，直接将他干下了电梯。可不巧的是，这个电梯竟然是上行的，绑匪迷迷糊糊的又被送了回来。这次东哥没有留手，一记重拳直接将他送走。另一边，拿到钱箱的老张激动不已，没想到这场绑架案的最终受益人竟然是自己。可这时一辆汽车突然从后面猛冲过来，把老张的车撞在了路墩上，而那辆车也一头撞进了餐厅里。来人正是阿尚。老张来不及多想，拿着钱箱直接开溜。阿尚在后面疯狂追赶，但他还是晚了一步。老张钻进一辆出租车，成功摆脱了追击。眼看着自己的钱又被人拿走了，阿尚气得拿起刀对着跑过来的交警一顿乱刺。看着满满一箱的巨额美金，老张感叹自己终于走上了人生巅峰。而警方这边不仅没有抓到阿尚，反而让线人拿走了赎金，这让东哥大为光火。警方立刻将老张和阿尚同时列为了通缉犯，但是这却让阿尚无意中得知了老张的信息。果然就在老张准备坐船逃跑时，阿尚在码头找到了他。看来一场大战在所难免了。老张掏出了腰上的匕首。너네 누군지 아니? 네 누군데? 내 하얼빈의 장첸이야 이 개새끼야! 可阿尚才不管你是张千蛋还是张万蛋，他直接拿出砍刀朝老张走去。识时务的老张立刻就怂，丢下钱箱就慌忙跑路。从码头走出来后，阿尚发现街上到处是警察，他急中生智躲进了一辆公交车里。可他却不知道，丢了钱的老张并没有善罢甘休，他偷偷将阿尚的行踪告诉了东哥。就在阿尚以为逃出升天时，公交车被截在了一处隧道里，劫停车的人正是东哥。将车上的乘客安全送下车后，东哥关上了车门。阿尚知道自己此刻也无处
处可逃了，从包里拿出了砍刀，东哥则抽出皮带缠在手上，两个人没有多余的废话，直接开打。狭窄的车厢里，双方你来我往，阿尚拿着刀对着东哥猛砍，东哥虽然被砍数刀，但都避开了要害。气急败坏的阿尚抽出匕首偷袭，然而不论多狂暴的也抵挡不了东哥的重拳攻击。尽管阿尚拼死反抗，他最终还是被东哥一脚踹出了车外。接着东哥大步流星地走下公交，像领小鸡仔一样将阿尚狠狠地丢了出去。阿尚也算少有的狠人，即便被揍成这样，他还是抓起了一个雨刮器反击。可这也仅仅是最后的挣扎，随后他就被东哥狠狠地摔在了车上。已经无法起身的阿尚这时还嘴硬，结果东哥一记重拳彻底让他闭了嘴。不久后，大批警车终于赶到了现场，一起特大跨国绑架杀人案终于成功告破。东哥此刻也转身潇洒地走出了隧道。此时坐在江边喝闷酒的老张接到了东哥的电话，原来这一切都早在东哥的计划之内。为了引出阿尚，他先让老张拿着钱去码头跑路，然后故意在电视上公布了老张的通缉信息。果然阿尚在看到这个信息后就上钩了。虽然又一个悍匪倒在了东哥的拳下，但犯罪都市的故事还并没有结束。据说第3部已于7月20号正式开拍，你对此期待吗？我是力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